放肆！这群边关的蠢物，拿着朝廷的修路银子，就修出这等烂泥塘吗？主子，官道彻底毁了，马车走不动，咱们只能走着进关了。走。这是什么路？工部在京城修的朱雀大街也没这么平整坚硬啊！冰冷、粗糙，却硬如铁石。入军道者缴费，1人20文，或者半斤粮票。放肆！瞎了你的狗眼！我们是从京城来的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这大新的疆域，我们主子哪里去不得？你敢跟朝廷的人收过路费？大靖的疆域，3年前北戎屠城的时候，朝廷连1粒米都没给过我们。现在路修好了，你们来认王土了？这路既然不是朝廷修的，那是谁修的？凭什么收费？这路是老赵头带人修的，他死前把口粮都省下来，活活累死在这段路基上。他临死前告诉顾大人，别等朝廷了，把路修通，让孩子们活。没钱可以签欠条。寒门关不怕欠账，只怕欠了不认。这寒门军道不让白占便宜不认旧账的朝廷人走。经商销商欠寒门军道养护费40文，3日内可缴铜钱粮票，亦可入功劳营1日抵账。欠账不清，不得出关。走。主子，你看这写的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话？普天之下，谁敢让朝廷来人验旧账？谁敢把朝廷拒之门？闭嘴！想死在这里，你就继续喧哗。叫什么？哪儿来的？会什么手艺？回军爷，俺叫李四，从冀州逃荒来的。俺是个铁匠，会打锄头。铁匠，去内城东区的焊铁房报道，1日10个工分，管2顿饭，干得好有肉吃。听见没？管2顿饭还有肉吃，比冀州那边强多了。冀州赈灾粥都是清汤寡水。下一个。叫什么？哪儿来的？会干什么？销商，京城来的客商，路上遇了风雪，盘缠都丢了。听闻寒门关只要肯卖力气，就有口饭吃。京城的，京城来的贵客啊，稀罕。咱们这儿不养闲人，也不养老爷。别管你以前有多少身家，到了这儿只看手艺。你能抡铁锤，还是能下地种冻土？在下自幼读书，懂算学，会看账本。识字会算账，算个手艺。暂迁入外城账房做临时书记员，1日8个工分。外城账房在甲字号粮仓外侧，所有入城人口粮票工分都在那里过账。拿着牌子过去，自有人带你认册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寒门关的账一笔一画都是命，你要是敢贪1文钱，或者算错1笔账，老子亲手把你塞进铁放的炼炉里。这京城来的不怕死啊，还敢笑？那你呢？没胡子，嗓子尖，你能干什么？我自由伺候主。伺候人？寒门关没有需要人伺候的祖宗。既然什么手艺都不会，那就去下苦力。工艺营，西城煤厂推煤车，
一日5个工分，够你喝2碗带米儿的热粥。黑牌走西城。主老爷，按规矩来。京城来的也得推煤车，痛快。嘿呀起，嘿呀走！又来了个新面孔，愣头愣脑站路中间，也不知道让车。新来的书记员，去丙字3号库，点清今天刚入库的寒地土豆和风干肉，点错1斤，晚上就别吃饭了。朝廷3年没拨过1粒米，这些粮是哪儿来的？寒地土豆拨入民粮，抗寒麦拨入军粮，风干肉拨入战备库。大靖42年冬，断粮断缴，朝廷欠韩城关，欠粮8万支，欠民衣3万件，欠命13672条。怎么，被这账本吓着了？我看这仓里堆谷如山，腌肉如林。既然你们现在根本不缺粮，何必在此立碑刻怨？顾林渊把这本旧账挂在这里，莫不是想煽动军民，图谋不轨？满仓的粮，3年前这仓里连老鼠都饿死了。守城的兵没有棉衣，手和刀柄冻在一起，生生砍断。城里的女人和孩子啃光了树皮，最后只能咽兔土。肚胚胀得像鼓，一个个熬死在墙根下。京城来的老爷，你现在看到的满仓粮，不是顾大人贪来的，是寒门关一条命换来的。你进城时走过那条水米路了吧？那是老赵头带人修的。3年前城里断粮的第40天，老赵头快饿死的时候，从怀里摸出最后半块沾着血的冻饼，塞给了顾林渊。他临死前告诉顾林渊，别等朝廷了，让孩子们活。从那天起，顾林渊就再也没等过朝廷1粒米。有内奸，京城来的暗探偷摸进了连弩营，抓活的。连弩营，京城暗探。兵部的人，抓住那个挂黑牌的陶工！主子，奴才可算找到您了。那煤场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，监工铁齿打人见血。刚才一敲磨，奴才趁乱就跑出来了。一个挂着公益营的黑牌擅离职守，一个在军事重地外围鬼鬼祟祟，还跟京城来的细作同一时间冒头，一伙的拿下！放肆！你们敢碰咱家一下试试？瞎了你们的狗眼！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是宫中御赐的玉牌。我们是京城宫里来的人，这大晋的天下都是我们主子的。你们一群反贼，还不统统跪下！蠢货！宫里来的，
收好，到了顾林渊面前，这东西救不了你，只能算一笔旧账。3年前，带着圣旨来断我们粮草的太监，身上也带着这块牌子，来偷我们连弩图纸，害死我们73个弟兄的京城狗，身上也带着这牌子，把这2个京城来的绑了，连同那2个窃贼一起押去县衙。京城来的，押进来。大人，2个偷图纸的，还有2个拿宫中玉牌乱闯的细主。顾林渊，你私自扩军，私铸兵器，一是死罪。我们是兵部尚书派来的密使，你敢动我们，必将以当真反城夷为平地。顾大人，两军交战不斩来使，我们只是奉命。来使，使者走正门，带国书。你们翻墙入营，偷屠杀人，这叫贼。3年前，北戎攻城，我给兵部写了7封折子，求调2000张硬弓10万支羽箭。兵部回文说，国库空虚，军械紧张，一根箭杆都调不出来。现在我们自己从宫土刨出铁矿，造出连弩。兵部的尚书大人倒是大方了，派你们来偷图纸，偷回去给我扣谋反的帽子，掩盖他这3年贪墨边关军械的烂账。我猜得对吗？寒门军律，盗军械图者斩。但你们还不能死，留着你们的口供，日后好让兵部尚书自己来认这笔账。右手抽刀伤人，断右手；左手偷图，废左手，押进西山底层煤坑看管。顾林渊，你不能这么做，兵部不会放过你的。能不能出来，要看你们背后的主子什么时候肯认账。客官系带宫中玉牌，想必离御前不远。我寒门关3年未缴军粮，是因为朝廷先欠我8万担粮。我寒门关3年未领军师，是因为朝廷先欠我3万件棉衣。我顾林渊不欠天子，是天子欠寒南关13672条命。劳烦你替寒门关向宫里那位递句话，问问他，这本账他认还是不认？若这账本上记的都是实情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宫里那位自然会认。好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到了寒门关就得守规矩。你们入城未缴路费，按律以工抵账，把他们2个编入公议营，暂押寒铁房充作运煤工，运煤1日抵30文。欠了寒门关的债，不管他是谁，都得用血汗来还。进去，换上号衣，领手套。主子，这衣服有虱子。规矩听好，你们的牌子是黑牌，不管哪来的客商欠了寒门关的债，就得干活。任务：从外院煤堆把精煤一车车运到内院高炉旁，运煤1日抵30文，管2顿稠粥，干满1天半，领了路牌才能走。偷懒者扣饭，逃跑者打断腿。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。这位老哥，我走南闯北也见过不少铁夫，
像你们这么大的阵仗，一天能打出多少把刀？刀，那玩意儿现在打得少，主要是打箭头、枪头，还有修连弩机阔。若3座炉全开，水锤连轴断，只打制式刀胚，一天出个300把不难。300把？哼，你这客商没见过世面。看好了，兵部发给我们的就是这种砍2下就卷刃，一碰骨头就断的烂铁。顾大人说了，我们的命不能再交到这群吃人血的贪官手里，他们不给金刚，我们就自己练。在这里，连民兵巡逻用的短刀都比京城御林军的刀要硬。工商，石牌去内城北巷公共医馆，今日工分照计一半，药费从公账走。顾大人定的规矩，我们不养闲人，但也绝不让干活流血的人死在没人管的角落里。伤好了再回来推你剩下的半天车。这医馆干净的也太邪门了，连个呻吟的都没有。韩铁坊工伤，去西侧第2间净伤房，药费公账已销，不用掏钱。主子，这破地方的大夫能行吗？要不奴才想法子去……闭嘴，跟着。坐下，手伸出来。这什么味儿？这是药还是酒啊？忍着点儿，顾大人教的法子。这烈酒洗伤口，疼得像刀刮，但事后不会溃烂发热。轻点，轻点！我家老爷让什么？韩铁坊那些汉子断了手指都不吭一声。行了，没伤着筋骨，这只手3天别碰水。既然是工伤，去后院伙房领1碗羊骨汤喝。顾大人定的规矩，流血干活的人得补补。工伤公账还管补汤？那可不，顾大人说了，人是最金贵的东西，伤了不治，死了就少一个干活的。主子，您在这儿歇着，奴才去后院给您端汤。老赵，这路修通了，直达城外30里，以后寒门关的粮车再也不会陷在烂泥里了。学堂也建起来了，你当年救下的那几个小崴子，现在都会被惩罚后马了，还学会了怎么算高炉的煤耗。顾大人，您又来看老赵头了。我忘不了，我咬破手指，用血写了第12封求援的折子，派了最后一批敢死队突围送去京城。我折子送出去了，可朝廷连一张回据的废纸都没给过我们。那天下了好大的雪，比今天还大。城墙塌了，弟兄们死绝了，我饿得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以为寒门关就要这么完了，是老赵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从怀里掏出这半块用体温捂着的冻饼，硬生生塞进我嘴里。他咽气前抓着我的手，只说了一句话。他说：“顾大人，别等朝廷了，让孩子们活。”收水了！收水了！有人往库房和账房泼火去！救火！快救火！账房里还有人，学堂高阶班的孩子，他们还在里面。主子，危险啊！你千金之躯不能去。滚开！在这边。别怕，出来，我带你们走。往外冲！
走！出来了，孩子救出来了！没事了。你们连命都不要了，就为了护住这些东西？先生说了，这不是纸，是弟兄们的命。贼人放火就想烧罪证，账在，血债就赖不掉。找死！兵部的火油，户部的死士，为了烧账，你们连孩子都下得去手。拖下去吊住命，我要他把谁给的火油，谁下的令，一笔一笔吐干净。是。你救了他们，我没想，你刚才用的是京城禁军教头才会的擒拿手。3年前，这块碑只有1人高。大靖42年冬，第一场雪下来的时候，北戎人攻城，守城的第一批老兵死绝了。我让人把他们的名字刻上去。后来城里存粮耗尽了，每天都有人饿死，每天都有人冻死。连弩营的73个弟兄，为了护住最后的疾苦图纸，被北龙的细作烧死在营房里。这块碑就越凿越高，越刻越密。你知不知道，在这座碑上刻下名字的人，在朝廷的卷宗里叫什么？在户部的赈灾案卷上，他们叫无籍流民，死了连1文钱的抚恤都不配领。在兵部的军情战报上，他们叫畏战溃兵。你懂算账，你睁开眼睛自己算算，数数这上面的正字，你数数这13672条人命，你告诉我，这里面哪一个是逃兵，哪一个是懦夫？哪一个是懦夫？我在京城伺候了半辈子，听惯了万岁，听惯了盛世太平，可今日才知道百姓骂的对，是京城作孽，是朝廷作孽啊！这笔账太重了。重？这只是死人的账，活人的账，朝廷还没还呢。是北戎5万先锋军，趁着雪夜来口关了。京城的可伤，看好你的命。这座城要杀人了。老爷，北戎人杀过来了，5万铁骑呀！这破城连个护城河都没有，怎么挡得住？咱们快找个地窖躲起来吧！躲？往哪儿躲？若是城破了，地窖就是县城的坟墓。那怎么办啊，老爷？铁柱，带着妹妹待在下面，没听到3声长号，死都不许出来。
药粉搬出来，准备接上兵。兵农具，起千斤锤，转战时军械。这怎么回事？这算什么残兵流民？公益营的黑牌还愣着干什么？按照战时规矩，所有公益营编入后勤府兵，去西街口推弩箭车，立刻送上北城墙。放肆！你个小崽子，敢指使我家老……哭什么？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座城里有谁在哭？哎呦，这车怎么这么沉？老爷，您千金之躯怎能干这等粗活？这就是他修路的原因。为了战时运兵和辎重，5万，全是骑兵！老天爷，这城墙能挡得住吗？全军绞尽弓弦，没有本将的军令，任何人不许放箭。儿郎们，大晋的皇帝断了他们的粮草，这城里的两脚羊连刀都举不起来了，给我冲过去，踏平土墙！城里的女人和铁锅，谁抢到就是谁的。200步，150步，100步。为什么还不放箭？这个距离，京都禁军早就3轮齐射了。再不放箭，骑兵冲到城下抛飞爪，直接以赴攻城。放箭？放什么箭？你当金刚弩箭不要钱吗？古灵渊的规矩，不见血不撒鹰。80步，50步，他们连箭都没了，抛飞爪发下去，爪子挂不住。这墙是什么东西？滑得跟铁板一样。这是什么鬼石头？马转不过来，前面是死角，后面别挤了，停下，停下！绞盘，落。再放！兵部尚书说，太野连弩造价太高，不适合实战，以此削减经费。可就是这连弩，配上这水泥墙，打出了降维碾压。不是他们骑兵不勇，是骨肉之躯打不过机器。不准退，退了被后面的马踩死！看动幕，撞门！顾大人，北戎人用尸体和动木搭了撞锤，攻城木撞上主门了，门栓裂了。传令连弩营向后延伸射击，切断敌军后军。进战营，预备队，拔刀。随我下城墙，在内城门洞后堵住破口。老爷，你看好车。立盾！进战营，补位，看马腿。
推塞门刀车，把他们顶出去！落掌，下千金杀！大开大合，不见多余动作，招招冲着人脖子和心窝去。京城御林军的破阵刀法，你一个做生意的，从哪儿学来的？关外走商遇见的马匪比野狗还多，花重金请了几个退役的林军教头当护验，偷学了几招保命的攻势。怎么，顾大人还要查我的师承？这京城来的商人，刚才在里面跟咱们一块儿砍人，手都不抖。呵，杀起人来比新兵凶多了。在寒门关，只要不反这座城，不向北游人摇尾巴，以前是干什么的，学了什么刀法都不重要。你刚才在门洞里砍死了6个北戎卒子，替城防军补了3次位，刀法不错，没给咱们中原人丢脸。拿着，算你10个公分。明天早上拿着牌子去城南伙房，这10个公分够你换2碗加了厚厚肥肉的羊肉汤，外加3个白面馍馍。新来的干得行，别愣着了，找个地方歇歇，明天还有活干。老爷，这粗鄙之物怕是会伤了您的肠胃，要不奴才替您。小老板，右口不错，吃饱了就跟我走一趟，顾大人在地牢等你。老爷，奴才没叫你。坐。昨晚你拼死救了总庄，今天这桩从京城扯出来的烂账，你有资格听。说吧，刚才交代的话，当着这位京城客商的面再说一遍。说漏一个字，这地牢里有的是比死更熬人的法子。是兵部左侍郎大人下的死令。他让你来干什么？少账本，只要把那本总账烧了，3年前那8万担根本没出过京师的赈灾粮，还有兵部降造司用废铁私自替换百陈商道的旧账，就彻彻底底死无对据了。昨晚的火油就是信号，我们在城内烧账本制造混乱，城外的北戎先锋看到火光就会立刻扣关。好大的胆子！通敌那可是要诛9族的，侍郎怎么敢？诛9族？这位老板，你大概是不知道京城的水有多深。侍郎不过是个跑腿的。他喝醉时说过，这笔账上面牵扯的人远不止一个兵部。只要寒门关的人死绝了，朝堂亦是他们的太平盛世。那皇帝呢？发生这么大的事，宫里那位瞎了吗？他手底下的眼线难道都是死人吗？为什么没有人上报？皇帝？皇帝算个什么东西？他就是个坐在金銮殿里的瞎子、聋子。兵部给他呈递的折子上写的是寒门关未战，户部写的是正在筹措。他每天看着那些被改得天衣无缝的折子，还以为自己是个盛世明君呢。他批的每一个字都是主子们让他批的，他连个屁都不知道。瞎子，聋子。华阳，你现在还不能死，死了就只是一具尸体，活着才是一张能把兵部、户部一层层拖下水的嘴。肖老板，现在你听明白了。寒门关不是把账递不到京城，是京城里有太多人不想让这本账活着见到御案。你昨夜说，若账本是真的，宫里那位自然会认。可你看看这满朝的豺狼虎豹，你告诉我，一个被人蒙着眼、堵着耳，连自己批下什么都不知道的皇帝，他敢不敢认？
他认了，又有没有本事还？你说的对，宫里那位确实是个瞎子，是个聋子，被满朝文武当猴耍了3年，甚至做了残害忠良的帮凶。但瞎子也有睁开眼的时候。哦，这必死之局该怎么破？朝堂靠奏折遮掩，寒川关靠账本、粮仓、铁房撕开遮掩布。我只限生铁、煤炭、粮草。皇帝想夺权，先要粮、铁、兵、仗，不要玩纸面上的权谋游戏，要去铸一把真刀。这就是寒门关的屠龙术。我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皇帝的权力不是靠玉玺盖出来的，是靠生产机遇、军队打出来的。我想在寒门关，我想亲眼看看顾林渊是如何磨刀。寒门关不养闲人，只要你能挣够工分，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。报！顾林渊，南边有大军压境。多少人？什么旗？黑底赤色讨逆军旗，整整8万人，距离南城门不足30里。这支军队至少3日前就开拔了。昨夜外敌扣关，朝廷不派一兵一卒。终于来了，你早就知道了。肖老板，想看寒门关的屠龙术吗？跟我上南城墙。好，我去看。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披着王尸皮的贼军。若真是奉命灭口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敢拿大清军旗替自己杀忠臣。好精良的装备，好威武的王师啊！最好的铠甲没用在边境，他们藏在内陆，准备用来杀自己人。老爷，中军主将是孙瓒，他是兵部侍郎的门生。城上的叛将顾林渊，听着，你私扣军械，拥兵自重，形同谋反。半个时辰，开城请罪。孙瓒，你手里是兵部驱令，还是侍郎的催命符？死到临头，还敢攀咬朝廷命官！你勾结外族，引狼入室！勾结外族，睁开你的狗眼，去北城墙看看，5万北戎先锋被我们杀得片甲不留，弟兄们用身躯堵缺口，没让外族进大境。而你们呢？大敌当前，你们躲在30里外看戏，等我们退敌，你们从背后去屠刀。披着王尸皮的贼，也配谈谋反？妖言惑众，死不悔改！全军听令，踏平反贼之城！顾立渊，不能放箭。刀架脖子上了，不射箭。8万人里，多数是普通边军。这一轮射出，寒门关就真成叛军。你的菩萨心肠救不了寒门关。若握刀的人是瞎子，只会砍自己人。借刀一用。老爷，你是什么人？敢犯我中军大阵？那
那是九龙玉令，真的是陛下！睁开眼看清楚，洒下王公公御前总管，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大晋当朝天子。是王公公，真的是王公公！这是反贼妖言惑众，谁再迟疑，与此人同罪，放箭射成刺猬！放！进阵营，护萧老板回城。萧景行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朝廷，这就是你大晋的王师。回城！万岁爷，万岁爷，你受惊了！皇上就是断咱们粮的狗皇帝！刀都拿稳了，他昨夜斩了6个北戎卒子，在寒门关，我刀向外砍，就是拿了公分的跑走。王公公，起来，算我欠你一条命。孙战带了抛石器和工程车，天亮必攻。8万人粮草跟不上，只要截断粮道，3天内不战自破。南阳府300里，烧不到。孙战的粮草不在南阳府，孙战是替兵部侍郎灭口，不敢调用官方粮仓。落雁谷，1个月前我亲手批了剿匪折子，那是兵部侍郎的秘密军粮，我亲手给屠刀备足粮草。刀疤队长，带500轻骑，今夜烧落雁谷。写血诏，放下兵器者，既往不咎。粮草烧起后，传抄100份，射进孙瓨大军。烧干净，1粒米都别给孙瓨留下。抛石机、工程车都就位了，陈氏8营，日落前踏平寒门关。孙战，落雁谷方向，半边天都烧红了。粮仓，本将的粮仓，粮没了，咱们怎么回去？完了，这仗没法打了。提袭，举盾！兵部倒卖军粮，孙战奉司令起兵，这是诛九族的死罪，我不当反贼。弟兄们出来当兵是为了吃粮，不是弑君。微臣赵猛叩见陛下。陛下饶命！是兵部侍郎逼罪将灭口。上写寒门关上下不留活口。物证有了，人也该死了。外敌当前，你避而不战；同袍有难，你落井下石。顾凌渊，开城门，按寒门关的规矩斩。叛将已诛，大军已降，南门之局已定。这笔大晋欠寒门关的血账，你敢不敢认？朕，大京天子萧景轩，今日向死战不退的将士，向13672名英灵，朕认账。8万平常军已整编，5万精锐并入回京大军，粮草紧张，但接管南阳府官仓，足够回京。那些废铁不要扔，装车，还有那本总账，13672名全部阵亡将士的装册，拉在全军最前面。这些车不是粮车，也不是辎重车，是寒门关送给京城的第一批罪证。朕要让沿途所有州府、所有大众百姓都看看，京城里那群老爷是用什么东西在糊弄前线拼命的将士。是。老八，末将在。朕给你800轻骑，1人3马，不要辎重，不用扎营，给朕用800里加急的速度。赶在6万大军之前直插京城，把这份大礼给朕一程不浪的送到兵部衙门。
告诉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，就说朕带着寒门关的账本，带着他们造的废铁，带着6万王师回来查账了。让他们洗干净脖子，在京城给朕等着。末将领旨。尚书大人，下官敬您一杯。算算日子，孙战的8万大军应该已经踏平寒门关了。顾林渊一死，那本破账烧成灰，这3年的亏空，彻彻底底死无对据。顾林渊死不足惜，只是可惜了皇上。皇上微服私访，不幸在北境遭遇北戎乱军，龙御宾天，这可是动摇国本的大事啊！尚书大人说的是，不过下官已经联系了几位内阁中堂，只要丧讯一传回，咱们立刻拥垂6岁的瑞王继位。这大晋的天下，还不是尚书大人和诸位内阁中堂说了算？放肆！什么人敢在兵部衙门撒野？祸事了！天大的祸事了！什么事？说！外面来了800寒门关轻骑，他们持9龙吉兆，一路闯邑入京。9门守军见了天子御印，根本不敢拦。刀疤将军直接把一个木匣砸在了咱们兵部大堂上。寒门关的轻骑持9龙吉兆入京，这怎么可能？孙震呢？孙震的8万平叛大军是吃屎的吗？朕萧景恒安然无恙，已约寒门3年旧账。孙战谋逆弑君，以就地正法，收集特赐兵部，以作警示。朕已点齐6万王师，携账本军刀，阵亡名册，即日南下回京。兵部上级满朝涉案逆臣，自今日起西京旧路，准备还账。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完了，全完了！他没死，那个瞎子没死，他带着账本回来了，回来了！6万大军血账，带着3年的血账来了。